大家好，我是切儿。当兵是台湾所有男性必须要当的。到退伍前，除了休假以外，就必须要和一大群男生生活在一起。听起来非常的美好，但是并没有。平常除了要一起逃课上课以外呢，还要一起吃饭、洗澡、睡觉，都要生活在一起。但是有时候因为时间上的紧迫，因为有一些课程的安排等等啊，洗澡可能就只有40分钟，100多个人一起洗澡，想必大家当过兵的都知道。因此，久而久之就可能摩擦出了一些火花。今天我就邀请了2个来宾，然后他们在当兵时发生了一些刺激的火花出来。据说2个来宾里面还有一个拥有一个称号叫做军纪，然后就非常好奇他们今天讲了哪些故事，带给我们吧。然后被安排在同一张床，就是他睡我旁边这样子。但聊一聊，我就突然亲他。你就突然亲他？对，然后当女朋友哎。他突然用力这样，然后他有小孩，但到后面他就开始就是会想要看的，然后他就来问我说：“安迪哥不用钱啦。”好，首先第一位邀请的是，嗨，我是 James， 嗨，我是晨晨。你们当中有一个是跟学弟有邂逅关系，是哪一位？是我。我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志愿役的时候，那时候有一个义务役的学弟，他是别班的，但是我们好像因为公务上的关系，然后常常会一起工作。我们2个嗜好其实蛮相同，很会聊什么漫画，反正男生就蛮喜欢聊这种东西。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炫耀说，你看这是我女朋友，哈，怎么长这样子？反正就是因为我会陪他，说不是你的菜这样，因为他也不太知道我。对，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是啊，你说他女朋友不好看啊？我那时候是心里这样想，所以你没有讲，我就是说你喜欢就好这样。你看这我女朋友正吗？看那么久什么意思？你喜欢就好，怪到不行，就是会互亏对方那样子。对，所以我们感情有越来越好。有时候中午在午休的时候，我就会跑去找他聊天，然后聊一聊就聊到床上去，但是没有干嘛。有一次一起出任务，然后被安排在同一张床，就是他睡我旁边这样子。聊一聊，我就突然有一个冲动，因为其实我内心是很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超可爱。因为在当兵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所以都只能有一点尽量好看。没有，真的是好看，真的。后来嘞，然后我就突然亲他，你就突然亲他，对，然后当女朋友你怎么敢？管他去，他没有怎样，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子。你在干嘛？好喜欢哦！很扯，是讲完这句他就回亲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想说，干，为什么他会回亲？这憋了起来，就憋起来，他突然用力这样往下面这样压，然后这样压，因为很猛烈，然后我也就是压了，他就很用力的压，然后我也很用力的吃，这样，然后吃得很开心。那你有发出声音吗？没有。维持一段时间，然后直到他就是弄出来这样。他有出来，对，他在嘴巴里面，好像太低调了。有吞进去吗？这样，你不吞进去的话，你很难亲哎。对，真的，所以我们吞下去啊。会很腥吗？再腥也得吃。军中吃惊的故事。然后后来还有后来？没有后来，因为后来我们就变得很尴尬。哦，一定会变尴尬，就变超尴尬，然后一直到退伍。我懂了，对，接下来我们来听看 James 的故事。反正就是我刚当兵进去的时候，我从新训到下部队全部都出柜，很厉害。我就一进去我就说，我是 gay 哦。刚进去当兵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有在健身嘛，身材算比较偏好一点点，对，所以在里面就会特别的突出，受欢迎。然后那些艺人就主动八卦，想要认识你。哪里练的啊？不想练一次啊？对，然后就会变成这样，所以我就认识很多人。反正就是有一个长官，也因此就认识我，也因为有身材关系。他是一男的，然后他有小孩。可以吧，这还好吧。后来我会跟他比较熟，是因为当兵的时候，应该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很臭。对，很臭。但因为我个人很 care 香味这件事情，所以我身上都会把自己弄得很香。一定的。我们全连上就只有那一个长官，他身上最香，所以我们2个是，我觉得可以跟他当好朋友。物以类聚，2个很像人走在一起。后来跟他熟之后，就问我说，为什么要当同性恋什么什么？他就会纳闷的问我，就要说，可是当给我觉得很好啊。讲完之后呢，就跟他讲说，你有没有想试看我帮你吹？他说后来因为我那时候是开玩笑，我那时候就他说我怕你不敢吹啊，不是，他就讲说我才不要，然后我说为什么？我说可是男生帮男生吹很爽，然后他现在跟我说怎么可能？我说真的，因为女生不知道哪里爽，男生比较知道去挑逗什么地方，女生只能用猜的或者用看表情去。有时候我们还会憋，对，如果一直憋的没有表情，女生就不知道，她可能会觉得是不舒服或什么。对啊，男生就一定知道啊。然后我就是这样大概灌输他几个月，洗脑，才几个月，他就说不要，一直拒绝。然后后来某一次就是有一天刚好我们
同时休假，到外面他的住处，然后就进去休息。因为其实你真的当兵到后期，你放假都不会想出去玩，你只想睡觉。对。为什么会跑到他住处？因为他那时候就他也要去睡觉，我要找地方睡觉啊，所以就去他住的地方睡。对，然后后来去的时候就我们那边睡，然后睡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起来就跟他说，哎，有没有想要被我吹？然后后来又来真的很破。那时候说他不要，然后我讲说，你确定不要试试看吗？然后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，没有在营队上。老婆嘞？他那时候已经离婚没有了。是辅导长吗？不是，听说辅导长都比较会算事。对啊，他就是一个长官。连长也不是，没有。太多了，我们以上是虚构，对，都是虚构，没有人不关我的事。然后我就在问他，他就一直还是很抗拒，说他不要。然后后面我就说，你真的不要试试看嘛，机会难得，你可以试一试看看。他后面就真的被我说服了。他说好，那你要吹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要出声音，讲话不要出声音，然后不要看着我，然后不要四目相交。他就拿着枕头把自己。他说我不敢看，然后你不要出声音，然后让我专心这样。我说好。他那时候就想说，怎么可能？我不相信男生吹比较爽，我就安静，然后我就真的就这样弄，因为他一开始就完全全软，因为他就对我没兴趣，就全软，然后就真的想办法把它弄到硬，然后吹，被我吹到就是，天哪！突然还这样，他就说为什么会？绝对会吹的男人跟绝对不会男人矛盾大对矛盾大。从此之后我的噩梦就开启，当1年兵嘛，他性好像还蛮强，他每天都会要我去帮他，我大概半年。但你不会嘴麻吗？就很累啊，而且会腻啊，而且很多福利吗？毕竟长官福利吗？都会有执行官嘛。对。那只要轮到他当执行官的时候，我什么事都不用做，而且我可以躲在一个很安全又舒服的地方。那请问一下，你知道第几次他可以看人，可以发出声音？第2次开始就可以。他就会这样子压。第2次他就不用枕头捂着，但他会眼睛闭起来。但到后面他就开始就是会想要看的，打我脸。然后就还问我说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那真的好吃吗？还可以啦，这形状还好吧？形状那尺寸呢？都就没有到特别突出。长相应该很出众吧？以异男来说是好看的，但以 gay 的标准来讲，肯定就是有点低这样。毕竟异男比较好玩一点点，就会觉得就是有一个成就感。只是那时候真的就觉得有点累，因为毕竟他是长官，他每天可以很晚起，他可以8、9点起床，但他都要1点帮我床，要房间吹到2、3点。事情的概念。我5点要起床，对。他后来有没有再更进一步？曾经有试过，然后就问他说，那要不要试试看打？大家就拒绝，他说完全没办法。他在枕头给你一次，把他捂住，然后自己做。他到时候死掉，我那时候还跟他讲说我很会摇哦。我现在比我的嘴巴还要紧哦。因为我到半年之后，我后来换到了另外一个叫待命班，就是负责站哨的地方，就有点被隔开。其实长官都知道了，要把隔开啦。我站哨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刚刚那个故事已经大概结束了，因为我大出柜，然后我跟你讲，异男都很大方。我其中某一个学弟，然后那个学弟他人好好，他就知道我是 gay， 然后他自己也是有点寂寞难耐，他每次都会弄，他就走过来讲说，像，我说干嘛？因为我梯次算蛮大的，所以里面每个人都是我学弟，然后我说所以呢怎样？因为小学弟是很严重，他就讲说有点想被摸，我说好，然后我就看。然后就抠到他，就是整个裤子里面还湿一小片。裤子都湿，就穿过内裤很湿后面就跟他说你不会这样就射吧？然后后来说不会不会射，只是想被摸而已。手是你自己夹的吧？不会，都有自己夹，都有自己。到底了。然后有时候我跟他站哨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时候站夜哨时，他也是跟站着。我那时候是哨长，我们会有哨长跟副哨。天哪！副哨就站着不动，然后哨长就是证明我们是走来走去，可以坐着这样。他就会说像乖，我说干嘛？然后走过去之后说我硬了怎么办？同一个。然后后来我们讲说，那你有没有想我帮你？校长后来说不要，我催眠花几次都失败就算了，但是他每次都会给我，他还会给我他看他，我说像你看我打，我说没有，真的还好。我说我吃过更多比你大的，别人无数，对吧？然后他还会就是找我跟他一起洗澡啊，对。然后他说希望我们一起洗澡，我说一定要吗？然后一进去之后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容易害羞，然后一洗澡之后我就会开始有点紧张，就背对，他就说现在为什么背对？然后就拿他甩我的屁股跟大腿，然后我就在里面尖叫不要弄，我就外面的人作何以堪？外面的人就讲说我要继续玩，然后我就被2个学弟，他们就拿那他们都没有想要。他们都没有，他们都异男，是纯异男。他没有想过要试试看，他们都不要，都试过啦。我真的在里面很淫乱没有，这都是虚构的，都是虚构，真的，这都是假的。军纪果然名副其实。我才进去几个月就发生，好厉害啊！经纪人生，又发生到退伍，还要你会够催眠啊！我觉得你又可以当催眠师，而且都是我很努力，我一次都努力好几个月。我觉得我问一次都不敢因为我就出柜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们其实真的都现在人都对同性就是都还蛮能接受，在里面都没有被欺负啊，没有人敢欺负我。
你这样害大家就看着这影片，如果真的去当兵，大家都在出柜。快要离营的时候也是好几年前的事情，其实没什么感觉。我出柜的话，好像是当兵当了一半我才出柜，因为我还是会先慢慢的试探一下当时状况跟环境啊。我是还是建议大家啦，并不是真的每个人像我运气那么好。对啊，好，以上就是我们自己 James 还有晨晨的分享。好，喜欢的就把喜欢播放出给你们看，拜拜。拜。真的很精彩，自己。我会是军纪人生，快乐手电风扇。